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红白机平台的松鼠大作战3代。这是一款盗版上的换皮改版游戏，原作叫做《霹雳神兵》，之前也给大家录制过。最大的特色就是能够捡到钥匙，然后开箱子，得到强力的武器或者是武器的组件。这款游戏的街机版出品于1987年，红白机版出品于1990年，相隔了3年。当年这种换皮的改版非常的多，成龙之龙也改成了马里奥，口袋魔鬼还改成了蝙蝠侠，甚至蝙蝠侠也有换皮的改版。总之，当年的盗版商真的是无恶不作呀！大家玩的吞噬天地，因为盗版商的卡带制作工艺粗糙，导致很多电池接触不良，经常发生记录丢失的现象。相信很多小伙伴当年都有类似的经历。这款游戏的系统还是比较丰富的，当然了，这得益于街机的原版。咱们可以捡到强力的武器，甚至可以通过拾取6个强力的组件组成超级武器。另外，手雷也有几种类型，其中最好用的是红手雷。爆炸之后的效果有一点像赤色要塞的火箭弹，崩出很多的火花，并且它的攻击力是非常高的。强力的武器包括了霰弹枪还有喷火枪，其中喷火枪的威力非常的高。我感觉它比超级武器还好用，因为超级武器你攒了半天，攒了好几关才能使用30秒，而且红白机的版本超级武器的攻击判定有一点问题，近距离它是没有攻击判定的，远距离有的时候因为它的子弹闪烁也会丢失一部分的攻击判定。所以我感觉如果游戏的流程当中能够使用喷火枪的话，就尽量使用喷火。捡到一次子弹的数量是99发，能够使用很久。屏幕的下方 A 的部分代表的就是主武器， B 的部分代表的是手雷。红色的敌兵就会爆出钥匙。据说街机版的宝箱内容是随机的，但红白机版应该是固定的。我能够保证经常有红手雷还有喷火枪就可以了。超级武器的话，争取给大家演示2次，不追求这个东西。虽然它看起来很长很粗很威猛，射出量看起来也很大，但是它不持久啊，只有30秒左右。你想一下，30秒这够谁玩的呀？所以说它不能够作为常规的输出手段。游戏当中有很多的电梯的部分，关卡的流程大概是7关左右。
每次咱们打碎了一个门，然后进到洞里，再滚出来，就算是过了一关。看松鼠这个形象非常的喜感，因为原版人物的形象非常像魂斗罗，以至于当年的街机版，很多街机的老板在上面贴了一张纸条，写着魂斗罗3代。我当年是信了，现在才知道很多的老板在命名街机游戏的时候是有多不靠谱。我见过最离谱的一张纸条，上边写着5个字，叫做竖版开枪的。大家都想不到那是什么游戏，其实是战场之狼。这里咱们算是过了2关了，我的喷火枪用光了。每次打这种门的时候要注意，等到卷轴完全不动了咱们再打，不然的话门是无敌的。这款游戏的原版当年很多小伙伴也在红白机上玩过，我记得有一天我的一个发小兴冲冲的跑进了我家，说松鼠大作战出了3代。我听了也很兴奋啊，然后他就领我去了。结果进入游戏就感觉味道不是很对，但是又说不出来哪里不对。当年也是不懂正版和盗版的区别，甚至日版、美版不同地域的版本的区别也不知道。这样大家就能够理解像水下八关这种留言为什么会传播开来。我这里是把超级武器攒出来了，这个武器还有个名字啊，叫做重装枪管。实际上重装枪管也是原版的游戏的原名，但是在红白机上卡带上大家看见这款游戏的名字是霹雳神兵。这个地方我如果中间赶路快一点的话，是能够用超级武器来打本关 BOSS 的，大概2枪左右就能够干掉它。但没有超级武器也不用担心，咱们的红手雷2发也能够把 BOSS 炸毁。不过玩这款游戏的时候有2个需要比较注意的地方。第一点就是咱们打爆了 BOSS 之后， BOSS 在爆炸的过程当中它也是会攻击的，咱们不能被打到。第二点是在很多过关的门前会有一把机枪在那守着，不要冲得太猛。我又捡到了喷火枪，又可以用很久了。超级武器既然已经演示过一次了，后面咱们就不是那么追求了，不是所有的箱子里边的超级武器组件我都去捡了。用了一次，感觉也就那么回事儿吧。游戏的流程到现在出现了一些非常难对付的敌人，有一种绿色的小兵在那趴着不动，它是会扔出红色手雷的。红手雷的爆炸范围非常广，
所以最好是能够背板，优先把它清除，或者是离它远一点。一些大型的单位爆炸的时候，使用的动画效果和红手雷是一样的，区别就是一个有攻击判定，一个没有。这个地方的 BOSS 是2架直升机，这里有难度，因为直升机在爆炸的过程当中还会持续不断的向你发射子弹，而且这里的路面非常紧窄，活动起来不是很方便。现在看起来这款游戏的节奏不是很快，可能一个场景半天才会出现敌人，但是当年玩这款游戏的时候还是感觉很刺激的。这种楼梯肯定会出现一些敌人，到游戏的后期会连续出现几个楼梯，咱们如果是默认武器的话就比较难搞了。因为如果你撞到敌人的话，是会损失1条命的。这把喷火枪我也使用了很久了，一直都用得很节省，都是一发一发的喷，没有进行连续的喷射呀。刚才上方的敌人就有会扔红色手雷的，但是我及时的给清掉了。大家如果见到这款游戏的街机版本，会感觉有一点特别，因为它是竖屏的。很多大家当年玩到的红白机游戏的街机原版都是竖屏的，包括魂斗罗1代、2代、本作，还有荒野大镖客、赤色要塞。赤色要塞的街机版我给大家录制过，真的是太难了，它和红白机版完全就是2个游戏。街机版的赤色要塞是不分版面的，你要一口气从头打到尾，基本上没有 BOSS， 只有最后拆一个敌方的基地，没有最后的大坦克。所以说很多的游戏如果同时有街机版和红白机的版本，红白机版都是要晚1到3年才出现，并且会增加一些内容。看来要是最多是4版。我记得街机上还有一款游戏是横版的射击游戏，里边也有捡钥匙的要素，也是一款非常古老的街机游戏了，出品年代可能是1990年之前。近期我找一下，如果找到的话就给大家录制分享。大家看现在的场景，给我一种红白机平台魂斗罗2代第2关的感觉，尤其是刚才那个门特别像。
这个 BOSS 看起来是有被动技能啊！爆炸之后直接把水泥的路面改成了沙漠。大部分 BOSS 都没什么出场的机会，尤其是咱们有红手雷的前提下。超级武器还差一个组件。好的，来了一个组成头部的。屏幕的右下角，咱们虽然没有发射，它也在倒计时。其实超级武器使用的话，咱们就可以按住连发。但是我使用喷火枪使用习惯了。大家注意，刚才这一枪没有打到这个小兵啊，这个就非常的离谱。你就知道这把枪是有多靠不住了。我的钥匙已经满了，但是还是忍不住去捡啊。这就是小的时候养成的习惯。很多东西没捡就算丢了，虽然你捡了也没有用。喷火枪还有一个好处是它可以穿越障碍物。这个矿车竟然开起飞了呀！因为前边没有轨道了。这里是最后一个电梯的场景了。这种小型的轨道炮，如果让它走到你的头上，它会发射出大量的导弹。又到了守楼梯的时间。这个版面一会儿要打一个 BOSS。但是打完之后呢，咱们没有马上去拆门，所以说你可以认为在这一关有2个 BOSS。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游戏的剧情吧。我介绍的是原版，不是换皮的版本。原版讲述的是有一个恐怖组织控制了一个导弹发射基地，就是咱们现在攻略的这个位置。这样主人公就被派过来阻止敌方的计划。虽然剧情比较简单，但是原版听起来也是比较合理啊。大家想一下，一个导弹发射基地被恐怖组织控制了，结果呢，你派出了一个松鼠。所以说这个换皮的改版是哪个盗版公司做的呀？脑洞也是可以。为什么要换成松鼠呢？你换成魂斗罗的话，我感觉会大卖的。前方还要打一个 BOSS， 不对，应该说是一对儿 BOSS。咱们站位离屏幕下方近一点。
这2个 BOSS 甚至还没来得及出手啊！这个地方就是最终关了。最终 BOSS 还算有一点难度，这个难度是和其他的 BOSS 相比的，而不是和其他的游戏相比的。这款游戏的 BOSS 有一个算一个，都是垃圾。我说它难度稍高一点，是因为它的血量稍多。其他的 BOSS 2发红手雷就差不多了，这个 BOSS 能多挨几发。咱们的武器输出够了，30多发红手雷，加上80多发喷火枪。首先要清掉 BOSS 的2个触手，然后再打他的驾驶舱。BOSS 的攻击手段就是肩部的导弹，还有2个触手能够伸出来抓你，但是手臂被打掉的话，他的所有攻击方式都发不出来了。最后打爆驾驶舱，就算是通关了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红白机平台的所谓松鼠大作战3代，实际上是霹雳神兵的换皮，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。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